视频开始之前，我先出3个问题考考大家，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一、全世界所有的低收入国家里，有多少比例的女孩可以上完小学 ？A 20%、B 40%、C 60%。2、在过去的20年里，全世界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人口是如何变化的 ？A 几乎翻倍 ，B 保持不变 ，C 几乎减半。3、全世界有多少1岁儿童接种过疫苗 ？A 20%、B 50%、C 80%。在揭晓答案之前，我还要分享2点事实。首先，我在第一次看到这3个问题时都答错了，然后世界上参加测试的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，也都错得离谱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告诉你正确答案了。第一题选 C， 全世界所有低收入的国家里，有60%的女孩可以上完小学。第二题选 C， 过去20年里，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人口几乎减半。第三题还选 C， 全世界有80%的1岁儿童都接种过疫苗。所以你答对了几个呢？是不是觉得颠覆了自己的主观印象？其实这套测试一共有13个问题，在世界各地测试的结果显示，总正确率只有10%。尽管参加测试的还有一些大学教授，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大多是通过思考快与慢中的快思维，它会让我们把问题变得简单，快速应对问题，做出决策。这是人类进化带来的优势。比如看到一只老虎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跑，而不是上去给它一个滑铲。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本能反应，或者叫直觉。但现在你会发现，这种快思维在很多时候会误导我们的判断，导致做出错误的决策，而且有些时候错得离谱。比如上面这套测试的正确率是10%，假如我们不靠猜，只靠蒙，3选1的正确概率也有33%。这个结果在出题人汉斯·罗斯林看来是毁灭性的无知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事实，就是教大家如何用数据思考，避免认知偏差和情绪化决策。这不仅仅是提高一些认知，而是让我们用更高维度的视角去思考和行事。比尔·盖茨也把这本书作为毕业礼物送给全美的每一位大学生。下面我们就用几分钟时间颠覆一下思维吧。10个本能的思维谬误和规避方法。我们似乎总喜欢把事物划分为2个类别，并在2者之间添上一条巨大的鸿沟。这2个类别互相独立，互相矛盾，好的、坏的，贫穷的、富裕的。比如我们通常根据经济发展状况，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。而且一旦说某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，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很穷，人口多，生活质量差。但事实上，无论是新生儿存活率、人均寿命、GDP，125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鸿沟越来越小。全球有超过75%的人都生活在中等收入的国家，他们的收入水平、生活质量都在中间段，衣不蔽体和富得流油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。这个形态中间高，两头低，类似于正态分布。避免一分为二，需要坚持寻找绝大多数，样本越大，数据更有说服力。不能只看极端情况，也不能只看平均数。很多时候平均数也说明不了问题，比如1000个人跟马云平均一下可支配收入，明显是不合理的，因为这是赢家通吃的密律分布。我们往往对坏事记忆深刻，也习惯关注坏事和放大坏事的程度。这当然不能怪自己，丢100块钱的沮丧程度要比捡到100块的高兴程度深，这是损失厌恶的本能。另外，有心理研究表明，人类看到别人比自己不幸时，会减轻自己对生活的不满。负面思维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：1、对过去错误的记忆；2、媒体对负面新闻的选择性报道；3、我们容易用小概率坏事情以偏概全。比如看到这本书之前，我还以为印度农村的孩子住在泥巴房子里，光着上身和脚丫子，吃不上饭。1975年，瑞典记者拉斯伯格报道印度农村生活时看到的的确如此。但25年后，他再次回到这个村庄，人们住在水泥房里，孩子衣着整齐，还有电视看。避免负面思维，首先要区分状态和趋势，事情可以是不好的，也可以正在变好。另外，我们听到负面消息的时候，也要想一下是否有没听到的好消息。最后，个例不代表全部，这种事情就不要举一反三，发散思维了。一些人坚信事情会呈固态的趋势发展下去，比如全世界现在0到15岁的儿童数量是20亿，到2100年，全世界会有多少儿童呢？很多人会根据现在的人口基数、出生率等一些因素，判断2100年会在30亿或者40亿。但据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，2100年的儿童数量还是20亿。包括人口增长的很多现象，比如教育水平、疫苗注射率等等，都符合 S 型曲线。
女性人均生育数量符合滑梯曲线，交通事故水平符合驼峰曲线。很多情况下，我们都不能用单一的直线思维去判断事情。当然，直线情况也有，比如人们的健康水平、教育水平等。避免直线思维，就不能只看当下的情况，要结合事物本身、外界条件、时间因素等多方位思考，理性评估。恐惧让我们本能地夸大一些极端事件的概率和严重程度，比如有人认为飞机容易发生事故，所以不敢乘坐。但从数据来看，2016年有4000万架商用飞机平安降落，仅有10架坠毁，概率是0.025%。飞机也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在新冠期间，由于对疫情的恐惧，美国竟然有人相信懂王特朗普喝消毒液能杀死新冠病毒的说法。最后病毒没杀死，自己先挂了。避免恐惧本能给我们带来的错误认知，就要清楚我们感知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可怕，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在可怕的事情上。另外，我们在判断风险时，要结合危险程度和发生概率一起评估。除了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开头提到的3个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是规模错觉让我们做出误判。人们很擅长捕风捉影，用一点点线索推理整个事件，这样理论上可以让我们更快了解情况，做出决策。但很多时候，事实并不像我们推理的这么简单。2016年，由于可预防的疾病等原因，全世界有420万婴儿死亡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时，你可能很吃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幸的婴儿？但实际上，2015年是440万，2014年是450万，1950年是1440万，这个数字是历史上的最低点。摆脱规模错觉，我们不能只看绝对数值，还要看相对数值。没有对比，单一结果的参考性不大。另外要注意28法则，在不同大小的选项之间，找到能影响80%结果的20%决定项。这是典型的月轮效应。美国心理学家凯利以麻省理工学院的2个班级的学生为对象，设计了一个心理实验。他向2个班级的学生宣布自己有事儿，临时请了一位研究生代课。他向第一个班级学生介绍这位研究生时，说他热情、勤奋、果断；而向另外一个班学生介绍时，将热情换成了冷漠。其他各项完全相同。下课之后，前一班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见如故，亲密攀谈，而另一个班的学生则对他敬而远之。仅仅一词之差，效果却大相径庭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，以偏概全地对他人倾下判断。我们似乎都擅长看面相，看一个人贼眉鼠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，做了好事也觉得是非奸即盗。避免以偏概全，就不能轻易贴标签，不吹不黑，理性客观。要学会在同一类中寻找不同，在不同类别中寻找相同。所谓命中注定，就是我们认为一些事情内在的属性会决定其命运，大到宗教文化，小到个人事业，就是内在本质决定的，而且是一成不变的。35年前的印度就像现在的莫桑比克一样贫穷，所以理论上莫桑比克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收入水平在第2等级的国家，而不是现在这样人均日收入只有9块钱。要想控制命中注定的本能，就要清楚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，有些事情可能发展很慢，但如果我们不更新自己的认知，也会跟不上那些发展很慢的事情。学到的知识没有永远不过时的，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才叫成长。给你一把锤子，你会把所有事情都看作钉子。有时候我们的专长会成为限制我们成长的障碍。我们会发现，擅长数学的人永远对数字执着，气候变化主义者到处宣扬太阳能的重要性，汽车修理工踢球的时候还带着锤子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，有个锤子在身边也很合逻辑。当我们习惯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，就不可能看得全面立体。要控制单一视角的本能，不光要有锤子，还要有一个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现有的锤子、扳子就是你的能力，缺少的螺丝刀就是不足的地方。发现不足并保持对未知领域的谦逊，不断学习，把它变成万能工具箱。万万没想到有个名场片，离这么近你还能射这么偏，你故意的吧？中场，你怎么传的球？我没有一点点防备，球就这样出现，我怎么射门啊？你这责任推卸的也太干净了吧？后卫，你会不会传球？我傻乎乎的。门将你大爷，怎么开的球啊？你看人家干嘛？你不知道这样看人家会很紧张的。锅背的多了，你就会发现甩锅侠才是职场中的毒瘤。我虽然有螺丝钉精神，但也顶不住他们一直拿锤砸我呀。
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都会有甩锅的本能。当坏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都会倾向于认为是别人有意无意的阻碍，因为我们都喜欢掌控感，讨厌不可预料性。要想控制归咎他人的本能，就不能做甩锅侠和背锅侠，寻找原因而不是寻找坏人，寻找系统而不是寻找英雄。急中生智这个词虽然美好，但一般我们都不愿意让这个情况发生，因为往往只会情急生乱。事情的紧迫性会给我们短期高压，这个压力唤醒了身体的本能，也让我们的大脑失去分析的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紧急判断和决策之后，回过头来看，心里通常会想，当时脑袋短路了吗？商家在双11时候越来越喜欢搞限时限量、准时秒杀这样的活动，就是告诉你商品稀缺，手慢无，赶紧来抢吧。大部分消费者一冲动就买了。我当时情急之下抢了个咖啡机，到现在没有用过一次。避免情急生乱，更需要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，深呼吸，压制冲动。不管事情多么紧急，你都需要掌握必要的基础信息来作为决策的依据，不要盲目采取行动。其实这10点错误思维基本都跟情绪有关，可能是负面的情绪、恐慌的情绪、焦虑的情绪、厌恶的情绪，这些情绪都会吞噬我们的理智，进而做出大脑短路的判断。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，思考才是人生的驱动力，数据是让思考更深入，而不是浮于表面，更系统而不是盲目猜测。整体上看，书还是不错的，豆瓣评分达到了8分，而且书中有一些小彩蛋，比如提供了一个全球各国关于人口、GDP 等数据的网站，还是很有意思的。想要转变思维、提升认知的小伙伴不容错过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